那今天做的题目是与所想之人的前世关系。那因为前世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探究嘛，所以就是比较趣味性的占卜。那选项就是这4张牌，那是1、2、3、4。那主要代表是可能你们前世的关系。那后续会再抽就是对方的特质、性格、身份3张牌，然后你的特质、性格、身份3张牌，然后对方对待、看待你的方式也是3张牌，然后你对待对方跟看待对方的方式也是3张牌，这样，那就是这4个选项。好，那从第1张牌开始，看一下，之后一起解。抽完牌再整个来看。对方的特质，你的特质，然后对方对你的方式，看待你的方式，你对待对方，
这一张牌的话，Ace of Pentacle 的逆位，我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比较是那一种合作，工作上有合作、商务关系、业务关系，就是有工作上的往来、合作伙伴，或者是公司跟顾客这样的关系，有工作上的商业交流这样。那他的特质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比较慢郎中一点的性格，然后可能会比较做事会比较拖延，就是那种所谓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拖到最后一刻，然后才会开始做。就通常能休息就先把问题放着，不会马上处理的人。然后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三张牌大概只有这一张比较会跟他从事的事情，然后职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提示，所以他有可能是学者啊，或者是研究者那方面的。但是逆位的话，可能代表他的个性哦，比较不像那种比较不像学者跟研究者那样比较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然后都不跟人家交流。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比较会跟人家交流的研究人员，属于会 social 的，但是处理事情的步调比较慢。那你则是比较那种细腻敏感，甚至有一点情绪化的人，然后平常也比较不会跟人家交流，比较不会跟人家合作，然后是比较急性子，没有耐性一点，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也比较不容易跟人家合作。那如果说你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话，因为 Queen 是比较有地位的嘛，所以有可能是你们之间有可能是上对下的关系，有可能是他，可能你要去购买或者是咨询他的技术方面的指导，这样。那他看待你的话，就是觉得，因为你可能个性比较敏感，然后性子急，所以讲话也是比较难听，对人比较苛刻一点，然后要求又高，就会让人觉得你可能太过敏感了。所以他如果这样子对你的话，他可能就是必须得要比较小心翼翼一点，就是会觉得你的心啊，就是可能你就是会在他看来就可能会觉得你像是从前有受过伤的小狗一样，不知道受过什么伤，
然后就是一直是困在过去的，然后也是比较没办法就是快乐的与人交流，这样。所以他对待你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小，就是比较小心翼翼，然后比较谨慎一点的。然后从你的牌来看的话，我觉得他因为像权杖女王，她就是一个比较多管闲事，比较会主动热情的去关怀人，去关心人，会不管对方有没有提要求，他就自己觉得说我要去照顾别人，这样，然后我要带给别人欢乐与爱，所以他应该，如果他在你心中的形象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会，他除了就是对你小心翼翼以外，就应该还是会对你就是主动的释出善意跟关怀啦。然后他其实对待你都是有特别小心的，因为有知道你这些比较不好相处的地方。然后另外就是，对啊，他就是钱币八也是代表说，哦，他是有专业技术的人，这样子。就虽然他很擅长交际，但同时就是也是能够专注在就是自己的工作上，是有专门技术的人这样子。然后当他在投入工作上的时候，就是会比较不会顾虑到周遭，就是私底下是开朗的人，然后能够专注在工作上，但是当他专注在工作上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像私底下的时候那么顾虑到周围的人的心情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你们应该比较算是工作上有来往，可能比单纯的工作伙伴，也许在更亲近一点点，就是因工作而变成朋友这样的关系。不过也许就这个合作，也许到最后是不欢而散的。嗯，因为是呃钱币王牌逆位。不过我觉得业务关系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结果，因素是很多啦，也有可能大环境临时的变动之类的。好，那第一组牌就是这样。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就是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然后第二组牌，
对方的特质。特质，对方看待你。你看待对方。
个的话，我觉得你们是有可能是前世是有感情关系的，虽然不知道你们这辈子是什么关系，但前世是有一些感情关系的可能性啊。但是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不太好的，而且可能会比较是倾向于你对他有欺瞒、有背叛，然后最后分开，或者是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这张恋人牌。如果说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特质嘛，并不是说你们的关系，虽然一定程度的，也可以说暗示他的身份哦是恋人，那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主要是因为这里也有一些关于感情的牌，所以就觉得哦是有可能你们之间是有过一段感情的关系在前世。那他是那种也许内心比较孩子气，但是是会顾全大局，然后克制这种内心比较天真开朗跟孩子气的部分，然后是善于与人合作，然后善于跟人沟通的，就是非常的适合，感觉很适合做公关，或者是当各个领域或者是不同公司业务合作的那种中介，感觉是非常适合做类似工作的人。那你的话，其实应该也是很有能力，很适合做那种有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但是感觉你应该是前世的人生是有过很多，就是经历过比较多挫折跟创伤的，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导致说你的想法，也许就是会跟常人不太一样，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偏差的想法。不过也不一定啊，因为他看待你的方式，有时候不见得代表你就是这样的人。可是因为这里也有这种关于比较背叛跟欺骗的牌，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他看你的话是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因为 Ace of Cup 是一一段感情的开始，那他逆位可能说你们发展的并不是说很好，或者说后来就是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嘛，所以你们可能是有过一段关系，那他可能一直觉得说，在跟你之间的关系中，你们两个人并不是对等的，并不是平等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从你们的特质来看，我觉得是他会对你比较热情，但你可能对他就因为从你的特质牌来看，觉得你不是那一种会坦率的表达出感情的人，所以有可能这样子，他就会觉得说，可能对你的付出都没有说看到你有回应，不要说对等的回报了，就起码说哦，好像他对你很热情，但有点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就觉得你们好像不是对等的关系。然后宝剑十也是那一种，呃，就付出了很多，然后到最后一步还被背叛，然后没有一个好结果的那种牌。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觉得到最后有可能就是有那种被你背叛的感觉。对啊，然后你看待他，他就是对啊，就是那种很就是这两张牌就很符合这一张跟这一张的感觉，就是他就是那种比较热情，然后就是不是为了说可能工作或正式的场合的话，可能展现他原本的天性的时候，
他是那种很热情、很天真、很小孩子，就是他的心就是能够一眼望到底的那种人，就是你就能够马上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对你也是就是这么直白的，就是向你跑过来，就是很开心很热情的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对啊，那保健期的话，一般就是有期满，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蹊跷在这里，但是它是逆位，那就是真相大白嘛。就是说他就是对你都是没有隐瞒的，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但是你可能对他有所隐瞒，有所保留，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片都是开开心心的牌当中，突然冒出这么一张牌，所以我就觉得他对你没有隐瞒，没有欺瞒，但你可能是有的，所以所以他内心就会有这种不平衡，以及最后你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你们的关系是有感情，但是也许有，因为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不爱了，好像不过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对你付出了那么多，但最后获得的回报就，可是因为宝剑十就也隐隐约约是有那种背叛的味道在里头，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还是单纯就只是甩了他。像我就觉得只是甩了的话，好像不会是宝剑十这么严重的牌。那宝剑九就是一张比较焦虑不安的牌，就可能我是觉得你们两个人有可能都在这一段关系里是焦虑不安的哦。因为你本身的性格就，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比较不开朗，然后比较多疑一点，因为就可能经历过比较多不好的事情，所以做很多事情都会有保留，也会想比较多，所以也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想法而焦虑不安。那他虽然本身是比较开朗开心的人，但是有可能因为就是常常热脸贴冷屁股，就觉得好像都得不到回报，所以也会因为你对他的态度而感到焦虑不安。就是有那一种可能他很爱你，但是觉得你都不爱他，就有一种也许是在谈恋爱，但是却有一种好像是他一直在单恋你的那种不安跟焦虑。那第二组到这里。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然后第三组牌，
方的特质。你的特质。对方看你。你看对方。
感觉你们有可能，就既有感情上的关系，也许也有商业上的关系，就金钱上的往来、合作之类的。对方的话，我觉得恶魔牌，嗯、就是很有魅力的人。我觉得只是这种魅力通常都带一点致命的吸引力，或者说是有让人沉沦跟堕落的力量。然后就是也是很擅长交际，很擅长跟人来往的。然后就是从这样看来，这样对照看来，就是应该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过去，就是经历了很多困难跟挫折，但是他就是经由这些，但是他已经就是经历过这些挫折之后，已经就是可能很懂得利用从这些挫折当中就是得到的经验，来让自己更强大。所以我觉得他说不定真的是那种没有一定啊，反正也是前世的故事而已。就是他有可能真的是那种欢乐场当中的那种九国名花，然后大家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所以他可能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变得很通人性吧，很懂得该怎么样在这样各式各样的场合中，就是获取自己的利益。那你的话，应该是那种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然后其实也很有能力，很擅长就是整合各方势力，或者是整合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才，然后让这些不同的人才的力量是1+1大于2的。所以就是有地位也非常的适合当领导人。可是我觉得有可能你的性格是比较软弱的，没有魄力的。虽然你很有地位，也很有能力，但因为宝剑八就是一个比较被困住的牌，比较无能为力的牌，有可能是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也有可能是你性格的原因。你性格，就算你很有能力、很有地位，你也不相信自己的地位，也不觉得自己可以去行使这样的权利，也是有这样性格的人。那权杖国王就是他看你也是这样啊，就是软弱无能的领导者，就是可能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不去用，所以你做事就总是差临门一脚，就是你努力到最后，就差一步就成功了，但你可能老是就卡在这一步。也许你们的关系是他可以激励你踏出最后一步，他可能一直就是告诉你说你其实是可以做到。我觉得他是有看出你的潜能，所以我觉得他是会激励你的。那在你看来的话，他就是很会赚钱，但是也非常的沉迷于物质享受，就是有这个能力，然后花钱也是相当的不手软，花钱的相当的大手大脚，这样，然后就是对啊，这些就是都是经历了很多故事，就不管是宝剑三或者是宝剑十，宝剑三就是著名的，就是一颗爱心上面插了3个剑嘛，就是经历过很多伤心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因为你看他出现就是都是这两张牌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对他是有那种怜爱哦，就是或讲同情好像就比较不好听哈，就是怜爱他，就是过去经历这么多，我觉得也许是对他是会有一点感情在，有一点动心。啊，那圣杯牌就通常是谈感情的嘛，然后逆位，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他看你还是比较多是激励你，并没有说非常嗯看待彼此的关系都没有说非常的浓情蜜意啊，就是怜爱跟激励之间的关系。或许你是那一种投入更多感情的人，但是不管你们最后有没有开始一段关系，但最后还是会分开的，不然就是根本连开始都没有办法开始，就结束了，就停留在暧昧的阶段。好，那第三组牌就这样。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好，最后一组，第四组。
感觉的话，因为圣杯三逆位，因为这张牌，因为圣杯二是小恋人牌嘛，然后圣杯三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杯子，所以有的时候也是会被说是三角关系的牌。所以我是觉得，虽然这个三角关系最后还是会结束了，因为逆位嘛，所以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就是这样比较复杂的关系，但这一段关系也是到最后也是结束了，没有修成正果。那从这样互相的牌来看，我是觉得，你是比较年轻的，你是属于年纪比较小的那一方，对方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一方，那你就是年轻嘛，然后有可能是学生，不然就是上班族吧。我在想，就是内心就是还是小孩子，但是会表面上装出来像大人的样子这样子，然后是比较那种勤奋、肯吃苦、好学、勤奋好学的，然后肯吃苦这样的年轻人。然后是对他人来说，你是很有魅力的人，很有吸引力的人。那对方的话是已经有一定的地位了，然后可能就是也是到了就是应该是有一定的地位跟年纪了，然后甚至可能也有家庭，也有一个在他人眼中看起来美满的家庭。然后他有可能从事的是那一种也许是法律界，或者说是关于灵性的、宗教的、心理的这方面的行业。那我觉得他都是已经就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社经地位了，处于一个稍微就是经历了一些困难之后，稍微休息一下也没关系的年纪。那他其实平常还是一个比较克制的人的，比较会压抑自己内心欲望的人。可是他看到你，他遇到你就觉得就是会被你吸引，就算知道说不能被你吸引，但还是会被你吸引。就他理智上知道，哦，这样不行，这样子可能会毁了一切，就是毁了，就是可能我美满的家庭，或者说，哦，我好不容易取得的社会地位，但就是但还是会被你吸引，就是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感觉。但我觉得你对待他的话，就比较觉得是比较看重他的金钱的，是比较看重他能够带给你的利益方面，就可能就是他就是能够给你钱啊，甚至也是对你所处的，我觉得你可能所处的环境也不是那么友善哦。可是这些问题
他都可以帮你处理。也许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也许就是有很多人，会嫉妒你啊，或者说给你使绊子啊，这样，那他会是就是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依靠，就是这些问题他都可以帮你处理。我觉得是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就有一点就是利用他可以给你帮助这样的关系，就是带你脱离这种会让你焦虑不安的环境，这样子。那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比较比较危险，比较复杂，然后比较需要隐藏的关系，对啊，就对你的感情还有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被隐藏的，是不能公开的。所以应该是就是有短暂的这样子的关系在。好，那第四组就到这里啊，反正就是故事而已啦。我觉得这种前世的事情，就是当故事听听就好了。好，那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那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